，What？ 家里的滚筒洗衣机使用时间久了，噪音越来越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大多数都是洗衣机内部轴承有问题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呢依旧是你们喜欢的大瑞瑞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台洗衣机清洗加更换轴承的全过程。有很多新手不知道如何更换洗衣机内部轴承，今天的这个视频你肯定能学会。开干，我分享的全是干货，记得点赞加收藏。首先呢，咱们开始拆卸，先把上盖的固定螺丝拧下来。这线怎么还跑出来了呢？固定螺丝取下来以后呢，往后一错，这个上盖就取下来了。之后是前面的水盒，看看这个水盒，你看黄了吧唧的。接下来拆卸水盒前方的2颗固定螺丝，然后是上面的2颗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取掉电脑板了，把这上面的插件分别的拔下来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取这个门了。先把小门打开，把固定胶圈的卡簧卸下来，底下会有一颗固定螺丝。之后把这个胶圈呢往里面塞一塞，把门关上，把底下的排污口打开。这里呢有2颗小螺丝，也把它取下来。现在咱们把这个洗衣机呢也得撅起来，手一定要抓住了啊！把下方的固定螺丝取下来。现在轻轻的把洗衣机给它放下，之后咱们再拆卸上方的2颗螺丝。咱们再把这个门呢给它取下来。这个门呢一点都不费劲，下来了。现在把这个插件，这个插件还是这样的，你们看一下，老洗衣机啊。就像这样的呢，我就不动它，我是从前面把它的门锁的固定螺丝取下来，后面不动。现在这个门呢，整体咱们也已经可以取走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取这个配重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配重块老沉了。现在拆卸水盒所有的软链接，这个水盒呢，咱们就可以拿走了。之后呢，把它的下排水软链接拆卸掉。这后面有点滑丝，拿钳子夹住它，再把这个螺丝拧下来。然后呢，咱们手往下一扒，它就下来了。呀，看看这里面的泥。现在所有妨碍咱们取外筒的软链接呢，咱们就已经给它卸下来了。之后咱们取外筒的所有固定螺丝。现在所有的固定螺丝都已经取下来了，这个外筒也就掉下来了。把这个外筒拿出来，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吧。看看这个洗衣机脏不脏吧。这个洗衣机的前半部分咱们也已经拆解完了，现在来到洗衣机的后边，把它的后盖打开，把这个皮带给它撑出来。现在咱们取皮带轮的固定螺丝，卡住它，然后再去使劲。像这个皮带轮的固定螺丝呢，有的时候会给打着胶，咱们就要很使劲。看到了吗？这稍微红一点的就是胶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取这个皮带轮了，这个皮带轮卡的也挺紧的，左右手来回晃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取这个内筒了。天哪，这个洗衣机全是水垢啊！看看覆盖的多均匀呀！来，今天的主角就是轴承这个部位。看这个轴承，咱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黑色的，给你抠抠啊，这个看不见是黑色的了。这个黑色的就是水封，水封顾名思义就是用来防水的，防止水进到轴承内部。一般滚筒洗衣机噪音特别大，就是这个水封损坏了，造成水进到了轴承内部，导致轴承也会损坏。现在晃动这个轴承呢，咱们能听到晃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有点小，但是它在运行起来以后啊，这个声音就会放大，特别大。而滚筒洗衣机的轴承呢，会有2个，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大的轴承，咱们现在还没有取下来啊，这是一个大的轴承。来，镜头过来一下，后面皮带轮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的轴承。咱们在更换轴承的时候，一定要轴承2个轴承，还有一个水封都要更换。这里呢，给大家说一个重点，咱们在更换轴承和水封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原机器上面的型号去购买，因为品牌还有机型的不同，它的轴承还有水封型号大小也是不同。咱们在购买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原机器的型号去购买。一般在换轴承的时候啊，我习惯把后筒给它取下来。现在咱们继续拆卸。现在来到后面，把电机的插件给它拔下来。这个插件好大呀，一大排。把这个易拉德呢给它绞开。要么这点线太碍事了，还要把底下的加热管插件也是拔下来。电机的插件都拔下来以后呢，咱们把这个弹簧给它取下来。这个弹簧呢是有朝向的，咱们取下来了以后呢，再给它挂上去。现在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后筒呢也给它拎出来了。现在咱们继续把后面这个电机给它拆卸下来。这个后筒取下来以后呢，咱们就要开始抡大锤了，把轴承咱们给它砸出来，巴适。看一下轴承、水封，继续把它扣过来。咱们把后面这个小轴承也给它砸下来。这个砸的时候，咱们要垫着点东西。
小轴承也干下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2个轴承水封咱们就都已经干下来了。给你们看看这个轴承上面，看到这个外圈了吗？还有这里，这就是进水的痕迹啊，都已经生锈了。而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根据上面的型号去购买。这轴承砸下来以后，这台洗衣机咱们就已经全部拆解开了。用了几年，咱就不拆了。这台洗衣机真脏啊！看看这水垢都已经包浆了。一会儿先清洗干净以后，咱们再更换轴承。因为这个桶上面都是水垢呢，我提前用草酸喷了一下，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清洗了。现在这台洗衣机呢，咱们就都已经清洗干净了。这3个水盒清洗的时候就费劲呢，全是水垢。还有刚才在清洗的时候，大家肯定是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三脚架没有拆？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三脚架已经穿孔了，看到了吗？跟顾客沟通了一下，他说要还能使，就先那么使着。其实我建议啊，如果咱们在发现这个三脚架已经穿孔了，一定要跟顾客及时沟通。像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只能遵照顾客的意愿了。开始组装吧。现在咱们把这个轴承呢给它砸回去。砸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用这种尼龙棒，一定要去砸这个轴承的外圈，不要砸中间还有内圈，就砸它的外圈。进去了以后啊，进到这个位置还是不可以，咱们可以拿咱们这个加长的套筒。这个声音特别脆了以后，说明咱们这个轴承砸到位了。给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啊，跟耳朵，这说明没问题了。现在咱们开始回装这个水封，也是沿着边缘给它砸进去。这里面的轴承和水封咱们上好了以后呢，给它翻过来。咱们继续上这个小的轴承。现在后半桶的水封轴承就都已经换好了，后半桶也已经上好了。现在咱们要快速的组装。现在这台洗衣机就已经组装好了，正在试机中。现在这个声音呢才正常呢，不像刚开始拉回来的时候跟拖拉机似的了。看了我的视频后，是不是觉得换轴承也没什么的呀？你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给我留个双击，留个关注，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家电清洗。